我们今天讲一个结构的一个演变。我们首先打开月线啊，你会发现结构这个东西啊很有趣。你看第一段啊，当高点被破以后，它的整个结构就演变成这样，那它属于月线的结构。那我们再回到周线，你会发现，它周线的结构仅此对于这一段。那周线的结构当中，上涨回调接涨，那么这一段它就是小于周线的级别。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一段啊，由高低点拉一个斐波那切，你会发现它没有回到周线级别的回调区，那所以说它的回调一定是小于周线，那么它回到的是日线的买区。所以说基于这样的方法和评估，那你就会清晰的发现啊，结构是从最早的延续的是周线的结构，然后下来延续的是日线的结构，那现在跑到了月线的结构。你看，这就结构是从一个小的结构到大的结构，再到大的结构又回到小于周线级别，比周线小的一个级别是日线，那比日线小的级别是12小时，那12小时更小的是4小时，对吗？那如果你按照4倍的方式来操作的话，就是2小时、4小时、8小时、12小时，对吧？那你如何去看待你目前为止所处的哪一段、哪个结构、哪个周期当中，这些都非常关键。所以说我们基于这样的评估，所以说我们才有方向和目标，也从而知道它在哪个周期当中运行。那好，我们回到行情当中来看，那么直到69000这个历史高点被破掉以后，我们说已经出现了月线级别的多头。那月线级别的多头，它能不能做日线或者是周线级别的调整？比如说回来，它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它会对整个月线结构的多头产生任何影响吗？没有。所以说大家要搞清楚啊，我们始终的基础结构永远都是上涨回调不破低点破高点，那么这是一个基础结构。那下跌永远是下跌反弹不破高点破低点。那任何一段结构它是由它们俩组成的，那你就会发现整个在结构过程当中，你就会清晰的发现，你看这个月线的结构，它就是按照这个低点，然后上涨，然后回调不破低点，然后破了高点的动作，那月线从而多头结构就产生了，那你的预期就有上方的目标预期。那我们知道了结构，那我们就能够使用斐波那切。斐波那切的使用，它是基于你对结构的认识，你对拐点和颈线的区分。那在结构过程当中，我们最重视的几个点就是用结构去判断了方向，用周期找到了结构演变的周期，用结构去找颈线和低点，也就是颈线、拐点、低点、高点，那么从而能够使用斐波那切数列。那斐波那切的数列的使用，它是永远是基于结构的，不然你没办法找到的颈线，这个颈线对不对？那这个波段它是对不对？不是说随便胡乱拉一个斐波那切，对吗？它不是胡乱拉出来的，它一定是有逻辑的。那很多人说我拉的斐波那切的数列，只要你拉错，就是你结构找错了。你结构一旦找错，你的目标就会错，你所有都你看。整个周线级别啊，这是属于周线。那周线级别的它的多头是上涨回调。那很多人问为什么不是这个点？因为这个点被破了嘛，破了高点。那我们说结构的高低点。那你看这个点为什么又要它的拐点是这个点？是因为这个点被破掉，所以说结构演变成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结构。那你始终会发现它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不会有其他的改变，中途产生的任何一种其他的结构的方式，它都是基于小于它更小的周期当中发生的，它并不在周线的周期当中，只有一段结构。那只有这个结构走完以后，我们说结构跑完，目标跑完，那所以说后面就有其他的预期。那基于这一段，我们就会找到以周线级别找到了一段多头结构，它的目标落在2到2.618，然后精准的给到了，在这儿精准的给到。
那你说行情已经涨上去了，那它和这一段周线级别的结构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要搞清楚。那我们说我们抓回调，我们找买区抓回调怎么找？低点不动动高点。那你会发现啊，它本段的回调位，它没有落在周线的回调买区，所以说它是小于周线的。所以我们调整高低点，大家就会发现它踩到了这一段小于周线级别波段，它的潜在买区0.618。那 OK， 那么基于小于周线级别的，它就是日线，所以说这一段它是按照日线级别的多头在做延续，所以说给到73000美金左右，它回落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段日线级别的多头的目标区已经给到了，所以说在这儿受阻回落非常正常和合理。那么基于这样的，但是这又有一个点，它破坏了历史的高点。那基于这个点，那从一个周线又到日线级别的多头，延续到了一个月线的多头结构，那你就会发现整个结构的研究过程当中，它永远都是在研究一个基础结构。那不管在这个基础结构当中发生了多次的转变，结构转变也好，它始终是一段结构，它没有发生过改变。当它发生改变的那一刻，那它其实延续的是另外一段结构。那你就会发现它这一段结构是演变成了更大的结构。所以说我们经常来说，判断趋势、判断方向，怎么判断？从结构去判断，是基于结构判断。为什么基于结构去判断？因为 K 线它是诠释市场本质的东西，老 K， 而它组成的结构也好，它是市场中留下的痕迹，也是一种共识。那所以基于这样的共识，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结构是多头，那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操作。在整个市场当中，所有参与的都是人，那最后大家就会按照这样的共识去操作。那么随之在这个点，它就是看涨的一个点，或者是看跌的一个点，或者是看跌的一个区间，你都可以这样去考虑。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研究 K 线当中老 K 的结构形态？那形态是基于结构产生的，而 K 线是由一种不规律的状态组合的。那我们找到的，你可以说知道的是规律，但说规律这个话，我认为不恰当。所以说，你研究市场的本质就是研究 K 线本身，因为 K 线它就是所有整个市场参与的所有投资者，他们共同用钱堆出来的一种图像表达，也直观的反映一种投资者的心理，并且也直观的反映投资者他的心态。所以说，不管说你们未来研究任何一种技术指标，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你都将应该去研究最基础的 K 线基本结构形态。而你会发现市面上所有的交易系统也好，它都是由结构演变出来的一种产物。我们说研究任何一个东西，它都要研究本质，本质就是大道至简的东西，简单就是说明大道理的东西。有很多人说，哎呀，波浪理论千人签了啊，我这里面没有评估波浪理论不好，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复杂性，它们不符合大道至简这个东西。你再看供给需求，它也在研究结构的破坏，结构的发生的改变，它也在研究这个东西。那些其他的都是它华丽的外衣而已，仅此而已。那我们今天研究的就是最原始、最简单、最直观本质。所以说给大家的思路就是研究 K 线，研究老 K。那可能看到老 K， 就像心电图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认识了 K 线以后，你会发现，原来市场就是这样走。我们在我们的社群从去年开始
在去年$30,000甚至$20,000附近，我们就一直在说，比特币要涨到大概$42,000。那$42,000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并不是意淫行情和猜测行情未来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预测行情，没有，我们都是通过结构然后去评估出来的。我们这叫评估，不叫预测。我们在市场当中学会技术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你胜率和成功概率的机会。那你赌小概率的事件，那叫赌博；大概率事件，它就准确性就更高。这儿还有就是很多人基于基本面的分析，那这儿有一句话，消息面它只是加速行情的一种催化剂。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能通过一点点的付费或者是免费的方式获得的基本面，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这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东西，而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才是它的本质。还有很多看盘软件、提示软件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基于数学模型的一个产物，由统计学和平均值然后去计算的。不管是以函数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它都一样。它只是把过去已经存在的一个东西拿来对标未来，用过去的思想和过去的案例来揣测和定义未来。你觉得这样对吗？你的人生也好，明天会要发生什么你都不清楚，你都没办法预测。那在交易市场它也是一样的，明天下一分钟下一个行情它怎么走，我们都没办法猜测出来和预测出来，而我们只能做到的是评估的基于的评估前提永远基于结构，而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于结构的前提给它辅助提高评估价值的一种工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没有过多的去讲行情，而是讲市场的本质。那还有一个东西，这个市场它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性、混沌的属性和本质。那么你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你亏多少钱，所以说风控才是核心。这是一个风险兑换收益的市场，风险和收益它是呈正向关联的状态，而且它们是共生关系，没办法去除的。就像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你说你假设的种种条件，你说走在路上可能会被花瓶砸到，或者是被什么车给撞到，或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因素，那你就不出门了吗？你就不工作了吗？那不可能，本身是一种共生关系。那还有就是你说开车容易出事故，那我们所有的操作和思路都是在避免和保障安全的前提，那在交易市场是同样的道理。飞机的出事故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它一旦出事故是100%的死亡率，那难道这个飞机就不让它在天上飞了，就把它取消掉了吗？因为它出事的概率是小概率事件，而它安全是大概率事件，它所产生的价值高于它可忽略的风险。所以说在整个交易市场过程当中，我们同样也是这样的逻辑去做交易，你的逻辑要清晰，你的思路要清晰。为什么在这儿做的理由是什么？那在这做你的风控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呢要找买区找卖区，定方向定结构，然后在买区找买点，在卖区找卖点，这些全部都是在增加它的概率，它成功的概率。但它一定会成功吗？不一定。那你今天做一个生意，你就一定会觉得它会成功吗？你一定要做好的就是你的风险管理以及
你所有的方方面面你都要考虑清楚，然后以最小的损失去博弈。那做生意同样是这样，那为什么做生意的有100家店就90家做死了？那你说根本原因是因为生意不好，那生意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你做生意前你考察清楚没有，对吧？你的风控在哪个地方？你把交易整套逻辑拿到生活当中去，它都是适用的。所以说在这个市场啊，它是一个流动性极好、变现能力极好的一个市场，能操纵千军万马，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去参与。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当下中国的楼市，现在的楼市是巨大的泡沫，目前为止的房子能够住30亿人，那中国多少人？14亿人口，再加上生育率的持续降低，老龄化的持续攀升，那你会发现楼市它现在是一个大跌的一个趋势。那大跌那就是熊市嘛，那熊市的每一次反弹是不是都是你跑路的绝佳机会？那你还会发现在当下的楼市，你看有多少人买房？我们把整个 K 线搬到生活当中去，你去观察它是不是印证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得到。OK， 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交易市场的本质给大家讲清楚，通过生活当中的例子来给剖析整个交易市场它的逻辑啊。OK， 今天就到这。